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官。从今儿起，我会开始更新 B 站视频课的中级课内容。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中级课和自己日常骑车有什么关联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案例抛砖引玉，告诉大家，当你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应该如何解决。那么我中级视频课的内容就和这些内容完全相关，它就是当你骑行中，你的车辆的动态和你的体感，它们是如何关联的。以及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应该如何调节，如何解决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用一个小案例给大家讲解。日常的交流里呢，大家经常会问我一个问题，说当我的车斜着出弯的时候，随着我给油，我的车开始外抛，不是这样走，是这样走，那么我是不是应该调后避震的一些设定？答案肯定是错的啊，我们要调前面。但是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想呢？是因为他们认为，在我给油的时候，我影响的是后轮，对吧？因为后轮在使劲儿，在出力，在滚动，我出弯外抛就会显得跟我的给油和后轮相关。其实实际并不是这样的，倾斜状态下跟我们出弯外抛息息相关的其实是前避震。前避震的什么呢？就是前避震的回弹阻尼，也就是回弹速度。当我们车从倾斜状态慢慢直立到出弯出去的时候，随着我的油门开大，车的整体重心是后移的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随着重心后移，我的前避震的形成，就是这个可用形成，这个银色的管儿一定是变长的，因为之前是被压缩的状态，不管是压缩的多与少，它一定是被压缩的状态。随着你给油，它是变长的，变长的时候，它会变成一个支点。假设我这个笔是减震啊，然后当你给油的时候，这个减震会把轮胎往地下怼，随着这么怼，你车头就起来了，对吧？只是我做的比较夸张，逻辑是这样的。随着这个前减变长，把车头怼起来，我们的轮胎就获得了抓地力，就这样走了。但是如果你的支起来的这个速度比较快，那么车头就往这边跑了。但如果你支起来的速度是合适的，你就是这样走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什么东西起的作用最大呢？就是前减震的回弹阻尼。因为随着你给油，重心后移，车头起来，前减震变长，它是伸展的过程，对不对？伸展的过程就是回弹阻尼生效。那回弹阻尼如果很快，那这个时候支起来的速度就很快，唰就起来了。如果回弹阻尼合适，那就随着你的给油，我是一个合理的撑住它，让前轮获得足够的抓地力，然后我就按我的心情转向了。但如果你支得很快，随着给油，我就会外抛，这个才是你外抛的最大的原因。那你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也影响我外抛呢？当然有，但是最常见和最应该注意的就是前减震的回弹阻尼的速度是否合适。那如果倾斜出弯的时候，你也有外抛或者路线走大或者控制不住车头的这种感觉的话，你也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回弹阻尼，让你的回弹速度变成合适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关注我了解更多汽车知识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